欢迎大家收看社会简报。李楠到台北地检署递状提告王丹。中央社、风传媒。中央社报道，台湾前政治工作者李姓男子指控民运领袖王丹曾在美国某家饭店对他强吻、性骚。他今天到台北地检署提告时表示，进入司法程序，相信台湾法院，希望王丹面对自己做过的事。风传媒报道，指控民运人士王丹涉强吻、强暴未遂的李姓前政治工作者，因为等到王丹的道歉，今7日上午到台北地检署递状提告强制性交未遂。对此，自美返台的王丹表示，他不会逃避，会坦诚面对司法检视。另外，他也证实已撤回向清大社会所争取续聘的申请，这是无奈但不得不的选择。中央社报道，李楠受访时指出，王丹为人师表，不应该做出这样的事，只希望把过往遭遇说出来，并没想到自己会站上法庭要求王丹道歉。媒体询问李楠指控王丹涉强吻、性骚的发生的在美国有无提出相关证据。李楠表示，与律师讨论后，决定向王丹提告强制性交未遂罪，相关证据就静待司法调查。媒体询问，针对王丹今天上午于脸书发文回应，接下来就是坦诚面对司法检视，我不会有任何逃避，只希望司法秉公处理，还原事件真相。李楠表示，进入司法程序，相信台湾法院，也希望王丹面对自己做过的事。媒体追问，近来有其他受害人指控王丹涉性骚扰，有何看法？李楠说，部分过去的受害人与他私下联络，清华大学性平会已经启动调查，无论受害人当时疑遭侵犯时是否未清大学籍，均可向清大性平会申诉。连日来台湾爆出多起性骚扰争议，李楠是目前第一个提告的受害人，也被网友攻击。李楠表示，每名受害者愿意站出来都很有勇气，若可以的话，遵循自己应有的权利与管道，为自己发声，这是合理且必要的。全案起源于李楠本月2日于脸书发文表示，隐忍了9年之久，决定在即将6·4的这个时间点，指控王丹美国时间2014年6月6日晚上，在纽约法拉盛地区某家饭店强吻他，强暴未遂。王丹2日发表3点声明，表示性骚之事完全不存在，有很多事情要忙，不会再做回应，他的政治活动不会受到任何影响，会继续推进。王丹3日又于脸书说，虽然我在第一时间就做了3点声明，但很惊讶地发现很多网友还是认为我没有正面回应，实在无奈。他说，由于对方的指控与他的认知和记忆有巨大的落差，我的确难以就他们单方面的文字描述有进一步的回应。李楠4日在台北市议员林亮君的陪同下召开记者会，并希望王丹在台湾时间6月6日深夜前于社群网站上明确向过去不当行为、骚扰或侵害者道歉，否则自己会带证据向检方提告。王丹涉性骚案，清大决议停止兼任客座助理教授聘任。中国大陆民运人士王丹被控性骚扰案，清华大学今天表示，日前学校召开社会所教评会，决议终止王丹的兼任客座助理教授聘任流程。会议结束后，也接获王丹来信撤回继续在清大教书的请求。清华大学性别平等教育委员会今天也公告，针对学校教师王丹疑似有性平事件启动调查，以展现维护学生权益的信念和行动。王丹被控性骚扰提前结束在美访问计划返抵台湾，他今天在脸书发文，已提前结束史丹福大学 Stanford University 胡佛研究所 Hoover Institution 访问计划，刚刚返回台湾，坦诚面对司法检视，我不会有任何逃避，只希望司法秉公处理，还原事件真相。清华大学今天指出，王丹2010年至2017年曾担任清大客座助理教授，清大去年9月到今年1月再邀请王丹担任社会学研究所的兼任客座助理教授，原本要在今年9月再开课，课程名称为从韩战到6·4，当代中国重大历史事件解析。但社会所已召开教评会决议，对于9月开课部分会停开，也收到王丹撤回续聘的请求，因此目前这门课将不会再开课。另外，清华大学性别平等教育委员会今天公告，若当时具有学籍身份的学生，不限清华大学学生，在此期间为2010年8月1日至2017年7月31日，以及2022年8月1日至2023年1月31日，遭遇到教师王丹疑似性平事件，可与委员会联系。清华大学说明，学校师生于2010年发生疑似性平事件，有鉴于涉及此案的教师恐造成多起疑似性平事件，校方依性平法展开全面扩大调查。首先会主动联系当事人，
透过调查这名教师于清大的历年开课记录，主动联系所有课程的修课学生和助教，以了解是否还有其他学生和助教遭遇性平事件，并提供相关资讯和权益说明，也会公开呼吁当事人与学校联系，在性平会网站公告相关资讯与联系管道。王丹遭控妨害性自主提前返台，面对司法静喊天佑台湾。民运人士王丹近日连续遭指控性骚扰，其中一名清大理性校友要求王于6日前道歉，但王丹至今仍未道歉。李楠今上午赴台北地检署具状控告王涉嫌妨害性自主罪。对此，王丹今表示自己提前结束在美访问计划返台，接下来将坦诚面对司法检视，希望司法秉公处理，还原事件真相。王丹今天7日在脸书发文称，自己提前结束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访问计划，刚刚返回台湾。接下来就是坦诚面对司法检视，我不会有任何逃避，只希望司法秉公处理，还原事件真相。王丹进一步指出，多年来 MeToo 运动在世界各地风起云涌，代表个人权利的伸张获得进一步的深化，这是令人鼓舞的事情，也是他非常支持的社会进步事业，自己也早就有一些尚待整理出来的思考。这一次正好有机会借由自己的个案，期待与能够理性讨论问题的社运团体及各界朋友交换意见，完整表达或修正自己的立场。另外，王丹称，原本计划向清大争取续聘，继续开课讲授中国问题，但鉴于面对司法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自己已经向清大社会所正式撤回申请，这是遗憾、无奈但不得不的选择。当然，智库对话中国的工作还会继续推进。王丹表示，过去20多年，每次飞机在桃园机场降落，自己都有一种回家的兴奋感觉，但这一次没有，取而代之的是满满的感慨和淡淡的感伤。他感谢外界的关注，祈愿天佑台湾。李静蕾首谈婚变后感受，讲述与王力宏打官司全过程。网路，王力宏遭遇前妻李静蕾写长文爆料婚后内幕后，事业几乎停摆，直到今年1月份才正式复出，在拉斯维加斯举行了个人演唱会。王力宏作为音乐才子人气不减，他还推出了为孩子们写下的新歌《想见就能相见》，不过却遭到前妻李静蕾发文内涵，希望他不要消费孩子。就在昨日6月6日，有不少粉丝在曼谷机场接到王力宏，他正在准备新的演唱会，而李静蕾却在当天发文称将要开设个人播客，首集内容将要讲述如何面对人生低谷。6月7日，李静蕾的第1档节目上线，她在节目中透露，白天除了要工作、学习一些课程之外，就是要等到孩子们都入睡后，准备半夜4点开庭的资料，因为她与王力宏的官司是在美国与台湾同时进行。每天早上5、6点左右，李静蕾还需要为孩子们准备早餐，送他们去学校。她表示那段时间很难熬，都没有办法睡觉，直到一天早上收到一封信，信中说她在美国的官司胜诉。那时他看后情绪激动，需要大哭尖叫来释放自己的情绪，但却因为当时正忙着做早餐，必须保持正常状态。李静蕾称自己将想要大哭的情绪克制到孩子们都入睡后，才来到客厅准备宣泄出来，但居然哭不出来。于是他发现有些情绪可以被延迟与缓和，这并非忽略情绪，而是跟情绪共存。李静蕾首度提到婚变风波后的感受，坦言过去1年对他来说很难，但很多时候能够保持内心平静，大部分时间是快乐的。这样的反应自己也没有料到。他经历低谷时，会想着曾在书中读到的话，在什么样的绝境，我们都可以乐观活下来。他总是想着，也还好，我还活着，还有舒服的床，我的家人也都安好，相信我自己也一定可以。看来，李静蕾这是要准备重新出发了。作为高学历女性，李静蕾当时的长文获得了无数女性的点赞与支持。现在他开设这档节目，想必也是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女性，无论她们遭遇到如何的困难，都可以来听听李静蕾的观点。要知道，她的这段婚姻对于不少女性来说，可能都很难勇敢地面对下去。如今，李静蕾与王力宏的官司还没有结束，前不久，两人还在婚后首度同框，现身法院互相对峙。当时，王力宏与李静蕾看上去神情都很憔悴，而面对媒体的询问，两人都选择了回避与沉默，什么话都不肯说。毕竟是曾经相爱过的人，两人还育有3个孩子，但愿他们的官司能够早日结束，让3个孩子能够健康快乐地长大。纽约市已成为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城市，月亮变红。英国独立报，纽约市已成为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城市，
居民目睹月亮变红，因为加拿大肆虐的100多场野火产生的烟雾充满了东北部和大西洋中部地区的天空。空气质量恶化导致纽约和魁北克的健康警报。官员警告说，被称为 PM2.5 的细颗粒物可能导致呼吸系统疾病，可能会产生重大影响。纽约的空气质量指数达到200，被认为是非常不健康。加拿大正在经历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野火季节之一。自今年年初以来，已有670多万英亩土地被烧毁。预计纽约的空气质量将在今天早上短暂改善，暂时解除烟云，然后随着大西洋中部以及宾夕法尼亚州和纽约州的更多火灾烟雾可见，再次恶化。纽约市中心至少有10个学区取消了户外活动，包括课间休息和体育课。纽约市长埃里克·亚当斯 （Eric Adams） 建议老年人和已有疾病的人在户外行走时佩戴高质量的口罩。美国环境保护署在伊利诺伊州、威斯康星州和明尼苏达州的部分地区前一天收到类似的建议后，向新英格兰发布了空气质量差警报。洋基体育场雾蒙蒙的，因为加拿大野火的烟雾在纽约、多伦多和渥太华引发了健康警报。这标志着近年来纽约人第一次被告知戴口罩以减轻空气污染。谢谢大家收看社会简报。